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皮，今天来更新一下《暴风旅途》67集内容。这集内容依然是日常。今天樱木研究所里来了2位稀客，君莎小姐和1位警官，他们想调查电力丢失的悬案。警官拿着嫌疑画像和小智小的电气宝梦进行对比，小的电气宝梦也是难得的有了登场机会。当警官看到小智皮卡丘后，脸色一沉，指认皮卡丘为嫌疑犯，这让众人相当惊讶。警官本着基础流程给嫌疑犯皮卡丘戴上手铐，但是这个手铐大概是抓人的，压根就锁不住皮绳，就这么滑落了。皮卡丘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还拿着手铐和敲银猴玩耍。警官的判决让小智非常不解，以他对皮卡丘了解，皮卡丘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何况这画像相当模糊，只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。暴风世界里和皮卡丘体型相似的家伙也不少，为什么就认定皮卡丘是犯人的呢？确实，小智疑问是合理的。君莎也耐心的和小智解释一番，这也是调查流程的一部分。皮卡丘现在需要配合他们进行调查，如果有证据证明皮卡丘是清白的，到那时候自然会释放他。无奈之下，小智和小豪只能跟着警官去警局问话。接着离谱的事情就发生了，警官把皮卡丘带到审讯室一顿问话，人审问包梦这种事情闻所未闻，语言都不通，能问出啥结果呢？事实也正是这样，警官啥也没有问出来。于是警官换了一种思路，拿出一盘食物，想美食诱皮卡丘说出情况。皮卡丘可不和你客气，先吃了再说，吃完又是一脸的无辜，毕竟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。在外面看审讯过程的小智也是一脸无语，他觉得这种方式就浪费时间。君莎小姐让小智稍安勿躁，就在小智着急的时候，新的案件又发生了，别的地方的店又被偷了。这下皮卡丘的嫌疑瞬间被洗清了，警官发现了新案件的情报，自然也就释放了皮卡丘，结束这场有些滑稽的审讯闹剧。小智和小豪也决定助警官一臂之力，警官于是给2人一件警服，小智和小豪就体验一回当实习警官的生活。小智和小豪才拿到衣服就开始歪歪，想着为路人破获一桩大案子，然后威名远扬，得到众人的赞扬。但2人白日梦还没做完，新的案件就出现了。一个小男孩告诉众人他6尾跑丢了，小智和小豪就去帮忙找出男孩的6尾，但是男孩的6尾混进一群6尾之间，想找到男孩的6尾并不容易。好在男孩提供自己6尾的特点信息，他的6尾有心形的尾巴。不过一番折腾，2人也没有找到目标的6尾，最后还是皮卡丘找到了男孩的6尾。小智和小豪没想到警察居然解决这种事情，重点是还这么的内人。还没有给他们多少休息的时间，新事件又来了，一头野生卡比兽在路中间睡觉，这给交通带来了困难。正在2人绞尽头汁叫醒卡比兽的时候，又看见一男一女骑着一头嘟嘟地在道路上狂奔，这行为是非常危险的。然后君莎小姐赶紧冲过去拦住他们，并且进行思想教育。小智和小豪好不容易才抓住了暴走嘟嘟地，真是累得够呛。这还不是结束，小智和小豪还帮助一群可达鸭过马路，帮助藤蔓怪解开打结的触角，背着东石喵和老奶奶过人行横道。这些小事让小智和小豪身心俱疲，不过老天好像不准备给他们休息的时间，偷电事件再次发生，众人只得继续打起精神干活。一路走访，他们还来到小陈家里，讨女主如今戏份就这么点。之后小陈家里的电器因为电力异常，纷纷开始冒出大量的电火花，这把众人给吓坏了。小陈的头发还因为这些电火花炸毛了，变成爆炸头。不过君莎小姐很快冷静下来，这说明犯人就在附近。小智提出了犯人是东龙鼠的假说，这暴梦会跑进别人家里偷电，但是君莎却觉得东龙鼠应该没有这么强大的电器。不用说了，真犯人就是火箭队。火箭3人组现在一脸病态，看样子他们好久没吃饭了，而他的食物都被莫鲁贝克吃光了，而莫鲁贝克却还是很饿，直接跑去小陈家里偷吃，吃完就跑。这下火箭队也暴露了，君莎宣布火箭队被逮捕了，并拿出手铐，但是这个手铐质量不行，被喵喵轻松打碎。火箭开车立马逃跑，君莎小姐赶紧追上，并让卡蒂狗使用高猩猩攻击火箭队。无路可逃，火箭队躲进一幢大楼中，本想着最后一搏，拿着刚透的电瓶丢向小智。不过这些电力被皮卡丘全部吸收，接着皮卡丘释放了强有力的电击绝招，打飞了火箭队。立有大功的皮卡丘是有到了警官的表彰，不过在最后还发生一个小插曲，当警官和皮卡丘握手的时候，皮卡丘之前吸收的电力还没有完全放光，警官就这么被电了。本集到此结束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